今天的雾很合适，说不定能录到珍稀鸟的叫声。设备都调试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你们听，这段低频震动的波形很特别。厉害，这正是我们这次要找的核心素材。设备都调试好了，续航充足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你听，这片森林的呼吸声很清晰。频率很稳定。注意，前方有低频异动。不加设备，先换沉雾水滴机位。滴水和吸声海说明方向没错。用最小调整找回沉雾水滴前后层次。降低机位，先跟夜间滴水，后重新测试。沉雾水滴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沉雾水滴改动有可挥，临地不留痕迹。我先守住滴水和吸声最精一层。沿安全外侧完成沉雾水滴模块采集。沉雾水滴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雾线穿过叶层，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复听听滴水和吸声，确认层次完整。周哥，这次的新设备看起来好厉害。放心，都调试好了，稳得很。数据没问题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进入核心区域采集了。竹海回声不能只拍最亮位置。我把竹叶和吸食声分成前后两线。竹海回音沿旧步道不会碰到植被。位置精准，固定牢固，参数符合预期，可以进行下一步调试。完美。暂停测试阵风，打散远中近收音层次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竹海回声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竹海回声原因。喂！收到了。竹海节奏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竹影沿溪起伏，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浮叶和吸食声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这次明白节拍来自不同距离离回应。竹海节奏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竹海回声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竹海节奏模块随同一收纳箱和车门接卸。松针和雾商比画面更早说明距离。先比较云层贴着树干移动变化快慢。松间和雾中锋有一段被风推远。云松云层设备放低才能留下层次。云舒云层旁木环离树干再远半步。半透明柔光片朝向松针和雾中锋清楚处。云舒云层连接后短侧，并保持现场原样。
暂停测试，浓雾压平盛树影之间距离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云松云层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云松云层原因。云熟云层先找关键层，不求拍全。松阶和雾张峰中间还有可用间隔。云属云层，只换道具位置，不再叠加。听，风的声音很干净。多亏了你的校准。云收云层画面奢源朝向一致。我跟住松间和雾凇变化，不抢先。木环只记经，只记录云收云层，不放大自然。云生层次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云层贴着树干移动，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复听松针和雾中风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这次明白，看不清远方就确认脚边。云耸层次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云耸云层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云松层次模块连同状态交给下一组。云松云层经验只参考，不替白化金叶作答。云松层次模块随同一收纳箱和车门接续。云松层次模块不是白化金叶的现成答案。我先听落叶和穿林风怎样穿过林层，让白化金叶自然层次带出第一镜。设备状态良好，收到。白化金叶旁，木环离树干再远半步。树皮纹理板朝向落叶和穿林风清楚处。白化金叶连接后短测，并保持现场原样。暂停测试强光，抹去白化树皮纹理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白化金叶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白化金叶原因。我刚才又想一次拍完白化金叶。白化把金光分层，适合跟随，不适合控制。按白化金叶变化重排动作顺序。顺树影移动，让落叶做前景后重新测试。白化金叶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白化金叶改动可逆，林地不留痕迹。顺着白化把金光分层移动更真实。落叶和穿林风间隔正好接住脚步。白化金叶正式采集，从最近层推进。白下光度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白亚把金光分层，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复听落叶和穿林风，确认层次完整。搞定。走吧。白化恶露模块连同状态交给下一组。白化金叶经验只参考，不替林下细拳作答。白化光路模块随同一收纳箱和车门接续。抵达林下细拳，先把呼吸脚步放慢。细拳和洛真生正提醒我们更换速度。木环先留在箱里，观察林下细拳。真租叶纹理交叠比全景适合开场。我用细拳和洛真生确认镜头距离。林下细拳支架只落无根牙空隙。暂停测试，湿度让木环接点断续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林下细拳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林下细拳。撤掉多余连接，再看林下细拳。细拳和洛真生没有消失，只是被盖住。林下细拳保留必要部件，让问题显现。撤掉外接件，用蜡布隔潮后重新测试。
林下细泉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林下细泉改动可逆，林地不留痕迹。简化以后，林下细泉反而完整。听清细泉和洛真生在抬漏阴干。支架稳定，就完成林下细泉模块记录。你听，溪流的声音很清晰，几乎没有杂音。设备状态良好，放心采集。这次明白可靠设计，只留必要部分。林下细泉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林下细泉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林下细泉模块连同状态交给下一组。林下细泉经验只参考，不替冷山融雪作答。这一段只看冷山融雪，不追速度。融雪和高处风从左到右变化清楚。按冷山融雪自然方向安排机位。冷山融雪旁木环离树干再远半步。保温毡套朝向融雪和高处风轻处。冷山融连接后短侧并保持现场原样。哇，周哥，这设备也太先进了。调试好了，咱们就能采集更清晰的自然声了。脚步设备都为冷山融雪减速。枝端雪水逐滴融化，需要留白才有节奏。让融雪和高处风共同决定下一步。周野，设备架这里。信号稳定，可以开始下一步。这次明白，高处前进依靠清醒取舍。冷山融雪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冷山融雪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终于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干得好，阿成，数据很完整。快，听雨。近景落在雨水分层落向板根清楚处。中层用官层雨和地面滴水补出纵深，雨林层升第3点，避开新芽落在硬地。暂停测试，密语把3层声音挤成一片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雨林层声，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雨林层声原因。不加设备，先换雨林层声机位。官层雨和地面滴水还在，说明方向没错。用最小调整找回雨林层声前后层次。按官层页面地面分层受音后重新测试。雨林层声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，雨林层声改动可套，林地不留痕迹。雨林层声前后层次重新连上。我先守住官层雨和地面的滴水最精一层，沿安全外侧完成雨林3层模块采集。雨林3层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雨水分层落向板根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复听官层雨和地面滴水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这次明白的声音需要各有位置。
雨林3层模块，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雨林层升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晴姐，这个木环是用来做什么的呀？这是回声木环，用来收集环境音的，能让咱们的设备更好地感知周围哦。回传正常。最近岩风大，数据变动有点反常，会不会是湿度影响了校纯？我查下参数。先不急，我调整下增益，你俩再看看。降低装置，让木框顺风导流后重新测试。滨海岩风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滨海岩风改动可依，林地不留痕迹。树冠顺岩风同向摆动，出现自然呼吸管。3人依次进海岩风采集画面。滨海风向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树冠顺岩风同向摆动仍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副厅穿越海风和远浪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这次明白顺势是理解力量的方向。滨海风向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滨海岩风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滨海风向模块连同状态交给下一组。滨海岩风经验只参考，不替杜鹃物色作答。滨海风向模块随同一收纳箱和车门接续。前一程方法只用来提醒杜鹃物色。花枝轻碰和鼓风比画面更早说明距离，确认林间硬地面，再展开杜鹃物色器材。先比较花色沿坡面渐变变化快慢。花枝轻碰和鼓风有一段被风推远，杜鹃物色设备放低才能留下层次。杜鹃物色旁木环离树干再远半步。半透色叶片朝向花枝碰和鼓风清楚处，杜鹃物色连接后短测，并保持现场原样。岳哥，设备没问题吧？很稳定，这片区域的声场很棒。杜鹃物色先找关键层，不求拍全。花枝轻碰和鼓风中间还有可用间隔。只跟一只花枝走向远坡后重新测试。杜鹃物色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杜鹃物色改动可替，林地不留痕迹。杜鹃物色画面僧园朝向一致。我跟住花枝轻碰和鼓风变化，不抢先。木环只记流露杜鹃物色，不放大自然。这次明白克制选择才能看见变化。杜鹃电变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杜鹃物色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杜鹃渐变模块不是雪岭净光的现成答案。我先听雪面细响和低风怎样穿过灵凤，让雪岭净光自然层次带出第一镜。唐周，麻烦开下主箱。完美，我们出发。暂停测试，血光太强，脚步盖住细声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雪岭净光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雪岭净光原因。信号强度怎么样？很稳定，比预想的好。铺软脚垫，压低雪面亮度后重新测试。雪令逐净光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，一来看配合一项任务。雪岭净光改动可粘，林地不留痕迹。
雪面细响和低风兼得正好接住脚步，顺着深绿于云生，趁着雪坡移动更真实。雪岭近光正式采集，从最近层推进。模块写入中，环境参数匹配度99%。锚点信号稳定，可以执行收缩。哇，这里好美啊！听这个，是凌霄的叫声，很清晰，真的很特别。我们标记一下这个点位。暂停测试，水纹不断打散预设倒影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河谷倒影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河谷倒影原因。今天的收获一定能拼凑出这片森林最动听的秘密。记录倒影变化，不等静止后重新测试。河谷倒影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河谷倒影改动可逆，林地不留痕迹。注意捕捉混响。河谷流光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林线倒影随河湾弯曲还是画面主体。关闭键副听缓流拍按和鼓风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辛苦了，我来吧。小心点，这是今天采集的核心模块。我从翻页声和林间回响判断采集方向。等秦岭枫叶显出层次，再展开支架。这一段只看秦岭枫叶，不追速度。翻页页林间云力从左到右变化清楚。按秦岭枫叶自然方向安排机位。暂停测试，山峰打乱预排模块顺序。问题出在方法，并不在秦岭枫叶。站位不变，逐项排查秦岭枫叶原因。脚步设备都会租围都为秦岭枫叶减速。秋叶沿山脊分出色带，需要留白才有节奏。让翻页声和林间回响共同决定下一步。让风向叶按真实风速响应后重新测试。秦岭枫叶每个部件只承担一项任务。秦岭枫叶改动可逆，林地不留痕迹。让自然先动，我们跟随秦岭枫叶。翻页声和林间回响每次变化都有位置。沿安全线完成秦岭枫叶模块采集。秦岭枫叶模块稳定写入木环。秋叶沿山脊分出色带，横是画面主体。关闭前复听翻页声和林间回响，确认层次完整。这次明白好设计给自然变化留入口。秦岭枫叶模块封箱现场恢复原样。秦岭枫叶拆装顺序记清，交接不断线。接下来就靠它了。晨雾雪光和枫叶分开测试才不会拥挤。光束只落在步道上，不能盖过真实树影。3处退场稳定以后，再接下一组模块。
一步只回应一片森林林中，中间一定留白。离开节点以后，真实声音要重新成为主角。拆下的连接全部入袋，不能留在步道边。每次留白都把眼睛重新引回树冠。第6节点外侧安全，可以接着试走。后6段没有抢声，整条步道终于连成一体。最后归灯，把注意力完整还给森林。我们做成的是观看习惯，不是热闹终点。一路追过许多大景，最后留下的是耐心。每片森林不同，却共同教会我们克制。